作为龙族最活泼可爱的小龙，魏无羡特别享受在天空遨游的感觉，他也想让蓝忘机试试。蓝忘机轻声道：“你火毒未复，我亦可预见。”那怎么能一样？魏无羡挺起自己的胸膛，我的龙背可不是谁都能骑的。你真的不要骑我吗？蓝忘机看着面前威风凛凛的小黑龙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快上来呀，蓝湛！魏无羡也不是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化为龙形，但不知为何，大概是和蓝忘机第一面十分狼狈，又不小心烧到了他的狐狸毛毛，所以魏无羡特意摆了一个自以为十分威武的姿势。别担心啦，就算你变成大狐狸，我也可以驮着的。小黑龙十分漂亮，身上的鳞片每一片都映着阳光，看在蓝忘机眼中更是好看，尤其是那双龙角上系着他喜欢的红发带，还有黑曜石一般的眼睛里倒映着蓝忘机的模样。魏无羡见蓝忘机看着他还是没有动，心里一急，干脆龙身一圈一圈绕着蓝忘机的身体，龙角在他脸颊边蹭了一下又一下，小心地用自己龙腹处最柔软的鳞片贴住蓝忘机，用自己平时对藏色撒娇的语气道：“狐狸哥哥，我真的很想你骑着我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冷淡呀？理理我呗。”蓝忘机忍不住伸手摸摸他在自己颈侧的小龙脑袋，看他为了撒娇把自己的身形都缩小了几分，眼中溢出一丝笑意。魏无羡见他似乎没有再拒绝的意思，干脆绕到他身后，脑袋在蓝忘机臀部一顶，令他坐在自己的头上，再通过倾斜滑到自己背上。他真身恢复到原本那么大后，直接冲上了云霄。远远从云层中传来一声嘹亮的龙吟，引得云深不知处许多狐狸都出来看。蓝启仁颤颤巍巍地指着云间的那若隐若现的黑影：“西尘，那是忘机吗？我好像看到忘机了，我们这什么时候有龙族的人在了？”蓝曦臣愣了一下，欣慰地笑了，看来忘机是交到很好的朋友了。叔父，龙族那边来信说是麻烦我们帮忙照顾一下这条小龙，他们忙完就会来看他的。蓝启仁，原来如此，可忘机怎会同他在一起？居然还骑到他背上，这成何体统？蓝曦臣笑道：“忘机这2000年一直只是修炼，现在好容易交到朋友，还是龙族的，我看这是好事啊。”蓝启仁哼了一声：“魏婴。”蓝忘机毫无防备地被魏无羡拱到他背上，到现在臀部都能感受到那小龙角顶在上面的感觉，耳根烫的都要弥漫到了颈部，连狐狸尾巴都自行窜了出来缠住了龙身。风迎面而来，无数飞鸟纷纷避开这黑色的庞然大物。魏无羡带着一只九尾狐越飞越高，开心的不得了，感觉到柔软的尾巴缠住了自己，赶紧把鳞片收了收，生怕伤到那毛绒柔软的狐狸大尾巴了。蓝湛，我的鳞片很锋利的，你的尾巴小心点抓住我呀。魏无羡其实是第一次让人坐在自己背上飞翔，还是自己的恩人，长得还这样好看，令他喜欢的不得了。蓝忘机修为了得，并不惧这样快的飞行速度，他任由魏无羡飞了一会儿后，慢慢来到魏无羡的龙首旁开口：“你还有伤，回去吧。”魏无羡其实还想飞一会，不过他莫名就愿意听蓝忘机的话，见蓝忘机在自己背上坐着，白衣猎猎，墨额随着黑发飞扬在脑后，他肩头居然还停着一只云雀，正用一条尾巴护着，不由眨眨眼：“蓝湛，你真好看。”蓝忘机被突然这么夸愣了一下，他还没回答，就见远处一道火光突然朝着魏无羡袭来，而魏无羡因为转头和自己说话，并未第一时间发现。察觉到那火光是带着对魏无羡的杀气，蓝忘机神色冰冷，反手臂沉出鞘，带着一道冷冽的冰蓝剑光迎了上去。魏无羡猛地回头，果不其然看到一只讨厌的朱雀，小龙鼻子气呼呼地喷了口气，向蓝忘机告状：“蓝湛，就是他，是他卑鄙无耻，带那么多鸟打不过我，就拿了他爹的神器炎阳烈焰珠对付我，要不然我根本就不会受伤。我阿爹阿娘也是被他这么打伤的。”温潮见自己的偷袭火球居然被挡下，在云中显出了身形，一双带火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魏无羡：“哼，怎么？魏无羡，你现在找了只狐狸精做靠山，我好容易追踪到你，这次你就乖乖把龙丹给我交出来吧。”朱雀与龙族都是4灵之一，温潮因为天赋不高，所以得了一个邪法，想要用龙丹来提升自己的天赋修为。
可龙丹哪里是那么好找的？而且他也知道父亲温若寒自己天赋实力极高，也不屑用这种法子，所以他偷了父亲的宝贝，自己做了这事。但魏长泽与藏色夫妇虽是单独出门，可温朝带了人和炎阳烈焰猪去，居然都没有杀死他们，反而惹得魏无羡去了不夜天闹了这么大一个乱子，自己被族中长老收去了珠子，只等温若寒出关再行发落。只要有了你的龙丹，父亲知道了也不会再惩罚于我。温朝知道魏无羡被自己伤到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要不然他还真不是魏无羡的对手。蓝忘机听他居然要挖魏无羡的龙丹，右手掐了个诀，碧尘化为2道流光，他从魏无羡的龙背上下来，踩在其中一道上，另一只手握住剑柄，直指那只朱雀，滚！魏无羡调动了一下体内的灵力，发觉还是没有多少，化为龙形飞了这么久，已经到了极限，不由苦恼地歪了歪脑袋。不过当他看到蓝忘机挡在自己面前，又高兴了起来。温朝，你偷袭我爹娘，我教训你一顿，你居然还敢来！我告诉你，我狐狸哥哥可厉害了，绝对会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。他叫你滚，你还不快点滚！魏无羡龙甲狐威，神龙摆尾，还吐了2口龙息喷在朱雀的脸上。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温朝原本警惕地看着蓝忘机，谁知被龙息喷了一脸，立刻火冒3丈，周身的灵火也忘了2分。魏无羡，我定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我要挖了你的龙丹，把你扔到乱葬岗里去！温朝突然笑了笑，伸手一招，旁边忽然出现一大团火光，里面渐渐露出一浑身漆黑、龇牙咧嘴的狗。狗有狗！魏无羡一看那露出来的妖，全身的鳞片都炸了开来，身子缩小了好几分，直往蓝忘机的9条大尾巴后躲，声音都带了几丝哭腔蓝战。蓝战，快救我！呜呜呜！蓝忘机皱着眉看着那犬妖，霍斗。传说这是焰火国的犬妖，经常会引起火灾，害人无数，没想到会被朱雀族收入了麾下。魏无羡最怕狗了，他身体圈抱着蓝忘机的大尾巴，抖得可厉害了。蓝忘机感受到他的恐惧，忍不住回头摸摸他的龙角。魏婴，别怕。看来魏无羡定是因为什么原因极怕犬类，便让自己的尾巴长了2分，柔柔地搂住小龙，同时左手掌下出现一把7弦古琴。那霍斗犬已经长着血盆大口朝他们扑来。蓝忘机见魏无羡这样害怕，琉璃色的眼眸中冰蓝色一闪，手下一拨，2声琴响音调略高，穿云破空，带了7分肃杀。那霍斗受不了这琴声，连连后退，但蓝忘机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，又是2声弦响。霍斗的头颅中竟传来轻微的爆裂，温朝还未反应过来，那霍斗就已经爆成了漫天血花，喷了那朱雀全身。温朝声音里带着颤抖的惧意，破障音，弦杀术。你是云深不知处的。蓝忘机摸了摸小龙的脑袋，别怕，没有狗了。他又看向温朝，以他人内丹用邪法修炼，温朝，你犯了大禁，天界不会饶你。